晚上好啊！槟城附近有一个超恐怖的小岛，岛上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座很诡异的坟墓。当地渔民世代相传着一句话：如果你在这里听到嘶歌声，必须马上走。可是就是有人不相信。不久前有一个泰国和尚上道去那里，结果被一巴掌拍走了。为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坟墓的主人。这个坟墓到底是谁啊？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需要回到100多年前。当时槟城的这一区附近都是靠海为生的渔夫。有一天，几个渔民经过这个岛的时候，他们的船突然就翻了，而且翻了不止一艘。起初大家都不明白是为什么，过后渔夫们就一起聊起了这个岛。部分的渔夫就讲，他们在靠近这个岛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海上面看到很多奇怪的亮光。这些亮光当然不是电器店买的那些灯啦，渔夫们都叫这些为鬼灯。其实这些鬼灯就是那些溺水而死的灵魂。过不久，又有一个渔夫讲，他经过那边的时候，就听到了一阵很惨的哭泣声。讲着才发现，原来不是他一个人听到而已，原来大部分的渔夫经过那边的时候都听到这个哭泣声，只是太恐怖而他们不敢讲。所以渔夫们就决定一起上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隔天，渔夫们就一起上了这个岛，结果就发现了一具尸体。过后呢，渔夫们就把这个尸体安置在这个岛上。从此，每当渔夫靠近那里的时候，都会先去那边上香祭拜，而且还用了他的名字来为这个岛命名，就叫拿督苏岛。那么这个尸体到底是谁呢？据说这个是一个在印尼附近小岛的漂亮公主。由于当时她的小国被侵犯了，公主在走投无路之下就跳海想着游走，可是不幸就被淹死了。过后，公主的遗体就被飘到来了这里。关于这个传闻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知道它就叫 Sheikh Abdul Muhammad Qados Auliullah， 大家都简称为拿督苏，是拿督苏不是拿督公拿督苏。到这里，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100多年前，荒岛上的一具尸体，渔民们又怎样会知道它的名字呢？我想应该不是公主的灵魂在和她自我介绍吧。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个人就觉得应该是来自尸体的随身物品。大家想想那个年代如果是平民，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哪里可能会绣有名字？不可能是怕洗衣服的时候拿错吧？可是如果是皇族就不一样了，这些衣服他们全部都是有专人定制的，他们的沙龙、他们的头巾很多都是用金线绣着皇室徽章和他的名字，主要就是表示他的身份和地位，也避免这些皇族的衣服被下人给弄乱了。这个公主的来历虽然是查不到，不过她是真的猛即使渔夫们都把她的遗体安置在了那里，但是安宁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这位公主的脾气很快就让所有人见识到了。就在10几年后，也就是在世界2次大战的时候，因为拿督苏岛就比较靠近海岸，所以日本的军人就会去那边放哨。结果几个日本士兵神秘的失踪，尸体都找不到。当时岛上的阴气很重，恐怖的连日本人都不敢在那边久留。2战结束后，英国人就接手了槟城。当时他们也派了一个士兵在这个岛上放哨。到了第2天，军队就派人去轮班换哨。可是到那边的时候，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他们派去放哨的那个士兵竟然死了。诡异的是，他竟然还是没有穿衣服的。更诡异的是，他身边还有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子。他们2个当时就被奇怪的树藤吊死在灯塔旁边，死状非常的恐怖，怎么看都不像是被人杀死的。经过调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子是一名妓女。那个英国军人当时是怕在岛上太无聊，为了刺激，他就把这个妓女带了上岛。这个英国人在灯塔下和妓女运动，可是恐怖的拿督苏就在旁边罢了于是大家都一致认为一定是拿督苏生气了，于是用树藤把他们给杀死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户外运动还是要看地方做。
那天过后，英国人都不敢上去那边放哨了，从此这个地方也被列为鬼岛，没有人敢再踏上前一步。谁知道会不会不小心得罪他？即使大家都不再上岛了，可是岛上的灵异事件还是在不断的发生。当地有个居民，他经常就会去拿督岛附近捕鱼。有一次他就比较晚才回，大概在6、7点的时候吧，他就经过了那个岛，然后他就看见有个英国军人在岛上巡逻跑步，岛上还传来了一阵女子朗诵诗歌的声音，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拿督苏。过不久，又有其他渔夫在傍晚的时候经过了这个岛。诡异的是，他和3个渔夫看到了一样的画面。原来一到傍晚，拿督苏就会在那边朗诵诗歌。从此，附近的渔民都不会在傍晚的这个时间靠近那个岛，万一打扰到拿督苏朗诵诗歌，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知道咯。可是就在不久后，还真的是有一个不怕死的印度人上岛。这个虽然是印度人，可是他是穆斯林。这个印度人还真的是不怕死他既然上岛和拿督苏谈判哦。原来他是想在冰岛上开一个餐厅，他就希望拿督苏可以帮他。他当时还跟拿督苏承诺，如果这个餐厅的生意好，他就会帮拿督苏维修他的坟墓，还给他建一个寺庙。结果不久后他真的成功了，生意好到遍布整个冰岛。那么印度人也就信守承诺，就在岛上帮他建了一个寺庙。这件事情传开后，很多的人就上岛去祭拜拿督苏，不管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去，尤其是在星期五，岛上拥挤的连站都不够位当时很多的大企业都参与了这个寺庙维修计划，就连当时槟城最有名的骆文秀先生都有参与。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拿督苏的陵墓被维修了，有了自己的寺庙，香火又这么旺盛，就应该没有事情了吧。可是他们几乎忘了这个是百年鬼岛要是不小心冒犯了他，还是很危险的。过不久还真的有不少的人出事了，当时就有很多人上去岛上面找拿督苏要号码，可是那些没有遵守规矩的人一个一个莫名的被杀死了。随着事情的发生，大家也都不敢再上这个鬼岛了。直到如今，那边已经很少人去捕鱼了，拿督苏的香火也就更加的少了。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10几年前，大概就是2013年左右，拿督苏竟然托梦给那边的一个当地人，我们就叫他小明了。拿督苏希望小明可以去探望他，也带一些香火给他，可是小明就不敢去。那么小明就找了一个师傅帮忙，而这个师傅是跳童的。过不久，他们就一起登上了这个岛。可是当师傅一上岛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师傅踏上岛的那一刻，他就全身发抖，表情变得奇怪，一看就是中邪了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拿督苏上了他的身。过后他们就连滚带爬的跑回船上，冲回了冰岛。要知道跳童的他们的身体都是很阴的，要是犯了一些禁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肮脏东西附身。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在10几年前关丹的一个寺庙里面，我就亲眼看到一个乩童被附身的事件。那个跳童的当时请神请不到，结果就被肮脏东西附身了，然后其他的师傅就带着法器去把他赶走了。够力的就是他赶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源源不绝的就好像排队上他身这样子当时7、8个人抓都抓不住他，而我就在旁边罢了，真的很恐怖。最后都是靠那个80岁的老主持进去庙里面拿一个令旗出来，才可以把他赶走回想起上身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小明那个一上岛就中邪的事件，在我看来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可信度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小明和这个跳童的逃跑过后，其实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拿督苏当时是刻意托梦给他的，要是他没有上岛去祭拜，他自己也会怕。于是小明就在四处不断的找师傅帮忙，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泰国师傅。不久后，泰国师傅就带着他顺利的登上了这个岛，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拿督苏的坟墓前面，然后泰国师傅就准备好那些泰国的仪式，他就打算在那边开始念经。就在他一要开口的时候，泰国和尚竟然被一股力量打了一巴掌，
当时啊，在场的人全部拔腿就跑，连和尚都跑啊。从此，这个岛的事件就越传越恐怖，每个人都怕了这里啊。一直到11年前，也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小明又找到了一个大师，我们就叫他李师傅了。这里我就先介绍一下李师傅咯。其实在小明找到他以前，李师傅就已经上过去这个岛一次了。李师傅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带着一群人去求号码的，那么当时大家也发了一笔横财，所以小明找到李师傅的时候，李师傅也就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刚好李师傅也正打算上这个岛，因为他要答谢拿督叔上一次给的横财。于是几天过后，李师傅就带着15个人一起登岛。当然在出发前，李师傅也把这里的规矩都告诉了大家。规矩就是登岛的人当天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带佛牌，因为带佛牌的意思就是要去踢馆，就是要去跟他打架。拿督叔喜欢的贡品是椰子和鲜花，鲜花不可以是红色的。上岛后必须要谦虚，不可以乱讲话，不可以乱承诺，而且在天黑后不可以上岛。他们活跃的时间肯定是要避开的。那天大概在下午5点左右，大家就带上了贡品准备出发。可是他们这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因为当时就有一个人不守规矩，差点害了大家。由于人数太多，贡品也多，那么就只好分开上岛咯。李师傅就带着7个人先上去，其他人就在那边等渔船咯。李师傅到了那里后，他们就发现拿督叔的神位上竟然多了很多贡品哦。看来就是上一次李师傅彩票事件被传开过后，又有很多人自己过来了。李师傅就安排大家一起进去打扫。过后，李师傅就点上了干丸宴，所有的仪式都准备好后，他就开始念起了请神咒。这个时候，庙上就突然飞进来了一群乌鸦，乌鸦就在屋顶上不停地盘旋着，就很像拿督叔在欢迎他们。转眼一看，另外一班人也到了。那么他们就开始准备这个招魂仪式了。正当李师傅点起了白蜡烛的时候，外面突然吹进来了一阵冷风，竟然把这个蜡烛给吹灭了。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征兆，大家当时应该马上就停止的。可是李师傅当时就问在场的所有人，就问他们有没有守这里的规矩。可是大家都点了点头。那么李师傅也没有多想，他还是继续的点起了这个蜡烛。就在蜡烛点好后，最后一辆船也到了，人都齐了，仪式就开始了。就在大家一起点起7支香祭拜拿督叔的时候，拿督叔突然就附身李师傅了。那么大家就围了过去。小明当时也慰问了拿督叔，也没有事情了。过后上一次赚了一笔横财的人就和拿督叔道谢。过后他们又和拿督叔再讨4个号码。当时拿督叔是很开心的，也给了他们号码。聊着聊着，时间就来到了6点半，天都要黑了，他们就打算走了。这个时候拿督叔就点了点头答应他们，可是他突然就伸出手指着前面，指着一个女生，然后就很凶的大声喊道：全部人都可以走，可是你不可以走。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死了，他们就问拿督叔什么事情冒犯了他咯。可是这个时候拿督叔已经走了，剩下大家在那边安静的，我看你，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李师傅清醒过后，看大家的神情就知道出事了，于是大家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李师傅。那么李师傅当然就追问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就一直摇头讲她没有。那么没有办法，李师傅就立刻向拿督叔赔礼道歉，求他放过这里所有人。可是话一讲完，庙上的乌鸦竟然全部一起叫了起来，仿佛就是拿督叔不接受这个道歉。过后那个女生全身抽搐，就很像中邪了那样。见情况不对，天又马上黑了，李师傅就带着大家一起把那个女生抬了出去，冲向他们的船。一走出庙，大家就一起闻到一股很香的花香味，然后大家就停了下来。可是李师傅当时就很紧张的喊着所有人，不要停下来，不要看后面，快点上船。然后大家都不敢呼吸的朝着船上的方向跑去。这个时候后面又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没错，就是那个马来诗歌声。当时大家都吓得争先恐后的钻上船，
很多人都因此被割伤了。当大家跑到船边的时候，才想起这个船也载不了这么多人啊。他们来的时候是分开来的，那么就代表他们就要分开回，想着都恐怖啊。那么谁先走啊？女生中邪了，李师傅肯定要在她身边啊。要是他们先走，其他人不敢在这个岛上吧？那么没有办法，就只好让其他人先走。女师傅和女生就等下一次的船哦。船走后，这个朗诵诗歌的声音还是不断的传了过来，还越来越大声，就很像越来越靠近那样。当时大家除了用颤抖的声音重复的说对不起，什么也都做不到了。当时大家也不敢回头看，每一秒都怕诗歌声会出现在耳旁。李师傅当时就不断的念着护身咒来保护那个女生。就这样，大家一起煎熬的等了15分钟，船终于来了。大家就合力的把那个女生抬上船，李师傅也帮女生念着咒语，把她灵魂带走。这个时候，船上就有一个人指着岛上开口讲话，他就讲：“还有一个人还没有上船啊！”大家就转头看过去，他们就看到一个男生在灯塔那边向这边招手哦。用力一看，哎呀，原来不是他们的人啊，那个人是穿着军装啊。李师傅马上就叫全部人不要看后面，马上开船离开。这个时候，那个中邪的女子突然开口来了一句马来话，她就讲：“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话一讲完，就继续的抽搐了。过后呢，船就慢慢的离开了这个岛。李师傅施法过后，就用力按了按女子的人中，然后她就醒了过来。很快的，船就回到了岸上，大家都湿哒哒的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李师傅就认真的问那个女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惹到了拿督叔？要知道，要是事情没有处理好，肯定还是会出现问题的。这个时候，女生居然在她包里面拿出一个泰国的法器灭魔刀。大家一看，差点昏倒啊！去别人的地盘还偷偷带刀，摆明了是挑衅他，要去跟他开片呢，真是的。原来啊，这个女生是第一次去那边，她就想去求号码，可是又怕，于是她就把这个东西带在身边，想着防身。没有想到这个灭魔刀防不了身，还差点把大家害死啊！既然知道了是什么事情，不久后李师傅就再次的登岛和拿督叔道歉了，从此他们就没有再去那边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这个号码有没有开啊？算是开了一点点啊。因为求号码有一个这样的规则的，就是求号码的时候呢，这个号码是不可以传出去的，只可以自己知道。如果传出去了就不灵了。如果你们有想上岛求横财的，记得遵守岛上的规则咯。最后补充一下，在冰岛布劳迪谷斯其实是有2个地方的，一个就在小岛上，一个就在冰岛上。这个小岛上的布劳迪谷斯其实是没有老鼠的，它只是岛的形状像老鼠罢了。其实冰岛附近的其他小岛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订阅咯。下期我再给大家分享。拜拜，我们下期见。